电动自行车越来越普及，对于电动自行车总重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轻。最近几年，各个厂家也正在从电池上着手，从较重的铅酸蓄电池转向较轻的锂离子电池。锂离子电池在相同容量的情况下，具有更加轻便的特点。但是最近几年，电动自行车起火的情况越来越密集，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。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会这样。电动自行车的未来应该何去何从？锂离子电动自行车出现过充电时起火、推行时起火，那么锂电池的充电时起火，这个是与它本身设计有关。我们知道铅酸蓄电池里面的电解液是稀硫酸，电解液是水溶液，水火不容，水溶液是没那么容易着火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水去灭火的，不会说是用汽油去灭火。但是锂电池里的电解液它不是水，它是有机溶剂，它更像是汽油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汽油一样的物质。硫酸水溶液它的最高电离电压是2伏，锂离子电池为了提高它的能量密度，它必须要超过这个电压值，比如它要提高到3.6伏，它就不能用水，它就必须要用有机溶剂作为电解液。有机电解液密封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，它就有比较概率比较高的爆炸和起火的风险，因为它的电解液不是水，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。那么，为什么锂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容易引发锂电池的爆炸事故？一般来说，在充电的时候引发故障的主要的原因是电压太高、负极的 SEIMO 破坏等等一些原因。锂电池正极一般是锂的过渡金属氧化物，负极是石墨、碳。充电的时候变成碳和锂的化合物，当这个碳锂的化合物质 SEI 膜一旦破坏，在负极表面固态电解膜被破坏以后，它就会产生巨大的热量。因为燃烧一般来说有几个条件：第一，温度上升；第二，有燃料；第三，有氧气。在锂电池里面的正极，它正好是在温度上升的时候，正极自动会放出氧气，隔绝氧气都隔绝电池。所以锂电池着火你不能用干粉灭火器，隔绝氧气没有用，它自己生成氧气，所以它非常危险。氧气也有，燃料也有，温度也有，它就会产生爆炸和燃烧。那么怎么去解决锂电池的安全性问题？它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必须要从电池的设计到电池保护板，再到充电器各个环节一环一环的去解决。所以买锂离子电动车的用户一定要注意使用规则，1年左右做一次电池的安全检查。比如锂离子电池它有 BMS 保护板，电池管理系统在里面。保护板如果发现电池有很多问题的话，它可以断开不让你充电，但是就怕很多人认为你不让我充电，我拿到维修店修一下，然后就把 BMS 板短路掉，相当于你们家的电路故障了，保险丝烧掉了。然后你用铜丝直接短接后使用，这样迟早有一天要着火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找到它的原因，直截了当的给它临时解决了，这个是迟早是会出现问题的。锂电池的这个问题，从设计到制造到销售，到消费者的教育，都需要一整套解决方案来解决。但是推行时，电动自行车为什么也会起火呢？这个还需要关注分析结果的最终报道。当然，锂电池的技术也是在不断发展的。是选择铅酸蓄电池电动车还是锂离子电池电动车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。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：1. 避免在家中充电；2. 不要把锂离子电动车带入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中。锂离子电动车的生产厂家可以给电池增加温度检测装置，温度异常时立刻提前发出预警，使得用户能够有时间安全转移。